此处应是幻境，可发生之事皆为真实。魏无羡亲身经历过这些事情，做不得假，因而这些大概是谁的回忆？随后战况愈发激烈，果然如同记忆一般，夷陵老祖动用了阴虎符。阴虎符太过霸道，即使并非现世，其间鬼气仍旧令人胆寒。魏无羡提气跃上房檐，从高处俯瞰不夜天战场，看着当年的自己亵渎尸体，邪气圣人，不由得又想起蓝忘机拉着自己要回姑苏的样子。即使后来夷陵老祖和阴虎符为百家唾弃，可是在射日之争中确实是制胜利器，魏无羡一人一敌一法器，硬生生杀出了邪神凶名。那段时间，仙门中人无论身份高低，都要在他面前俯首行礼，可这些人中从不包括蓝忘机。蓝忘机从来只会蹙着眉头，拉着他的手，硬邦邦地说：“同我回姑苏。”魏无羡不自觉笑了笑，忍不住好奇，在这个当口，在他使用阴虎符大杀四方的当下，蓝忘机会是什么表情呢？是因为战局优势而高兴，还是因为担忧自己戾气过重而紧张？魏无羡并不后悔修鬼道，在那样的时局下，鬼道是他唯一活下去的依仗，是他复仇的资本，是他不至于在羸弱与无力中消沉的浮木。射日之争何其艰难，他当然知道鬼道不详，可当时在大局与个人之间，魏无羡选择牺牲自己。可是蓝忘机会怎么想？大局与自己，他会怎么选？魏无羡半是期盼，半是紧张地抬起头，想去一窥10余年前从不曾注意过的蓝忘机的情绪。然后他看到那战功赫赫的韩光君站在自己半步之后，虚虚握着自己的袖子，咬着牙凝望着他眼前的魏无羡，双眉紧蹙，眼中星光点点。场景变了，魏无羡走过许多地方，看到金碧辉煌的金陵台，蓝忘机孤独又倔强地对指责夷陵老祖的人辩解，看到蓝启仁责骂蓝忘机结交邪佞，可蓝忘机偷偷跑下山来夷陵找他，看到藏书阁中蓝忘机不知疲倦地搜寻着鬼怪咒术与清新乐谱，看到镜室中蓝忘机看着一本写满错别字的蓝氏家规发呆，看到夜深人静之时，蓝忘机赤红着脸，忐忑地摸出一本春宫图，看了几眼，又迅速把书藏在枕头下面，浑身通红，在被窝里打滚，颤抖着唤着魏婴。最后看到细雨淅淅沥沥，天空阴沉的似乎是盖了一层纱，精疲力尽的蓝忘机背着神志不清的自己，踉踉跄跄地落到一处山洞中。他抱着他，嗓音嘶哑，如同气血，说着：“魏婴，我心悦你。”魏无羡冲过去，想要拥抱住那个步履蹒跚的蓝忘机，可迟来的领悟触摸不到10余年前的绝望，他只能不像样地瘫坐在蓝忘机面前，一声一声叫着他，无能为力地看着皎皎君子那张脏乱的、染了血迹的、低低落泪的脸。这世上是有纯粹的爱的，不为利益，不为回报，不为什么家族、什么正义、什么天下，只是爱而已。想见他，想见他，想见他。蓝湛！他呼喊着，无人听见。蓝忘机！交错的时空，最终传达的心意。韩光俊！也许念念不忘，确实会有回响。雨停了，风又起，血腥味再次充盈鼻腔。魏无羡又睁开眼，看到的仍旧是不夜天。抬头是昏暗的天，不夜天的大殿破败不堪，兰陵京市的牡丹旗飘扬，仿佛四季如春，花开不败。蓝曦臣与蓝忘机冲在最前，与金光瑶交战正酣。金光瑶虽修为平平，但其身后有一鬼道修士操控着阴虎符，战况竟僵持不下。有人在背后拍了拍魏无羡，魏无羡一个机灵，回身看去，却是金陵。总算找到你了，你都失踪半个月了，这半个月你去哪里了？魏无羡仍旧沉浸在那场雨中，争冲半晌，茫然道：半个月。金陵一边拉着他在战场中狂奔，一边喊道：对啊，半个月前我们俩突然被一个莫名其妙的传送阵送出云深不知处，我落到了前线泽无军的营帐中，你则不知去向，可把韩光俊给急的。联军和金氏已经在不夜天打了半个月了，虽然联军人数占优，可是我小叔叔毕竟做了10多年仙都，手中法器无数，极为难缠。尤其是你的那个狗屁阴虎符，也太厉害了。泽无军、韩光俊联手，也不过堪堪打个5-5开，而联军中已经没有别的高手了。你说奇不奇怪？太平了10多年，
仙门水平反而远不如你们当年的射日之争。你能不能想想办法？蓝氏两位先手恐怕要撑不住了。蓝氏双臂已经在前方苦苦鏖战了整整3日，谁也想不到这场战争会打成这个样子。即使是当年射日之争，如日中天的岐山温氏起初压着仙门百家打，百家这边也不曾软弱放弃。如今仙门中叫得上名字的人物，大半皆从那场冗长的争斗中挣得了名声，甚至可以说是岐山温氏催生了一大批仙门大能。而如今呢？射日之争过去不到20年，新一批孩子们勤学苦练，一切看上去后继有人，欣欣向荣。可当战争再次打响，这美梦竟猛然被打碎了。支撑着仙门的仍旧是当年的那批人，而期待中的少年英雄却是一个也见不到。剥脱了表面的繁花似锦轰轰烈烈，内里竟然是青黄不接，看不到未来该在何方。尤其如今三尊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将是三毒圣手更是不幸遭了金光瑶毒手，偌大的仙门百家竟只剩蓝氏双臂苦苦支撑。反观那兰陵金氏，金光瑶确实手段惊人，手下能人辈出，法器一件接着一件。他登位先都不过10余年，却已全方位压制了仙门百家。若不是大半年前大梵山鬼手之事暴露其狼子野心，恐怕整个仙门都要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他的养料。然而仙门所有人都知道，原本两方势力可以不会如此悬殊的。修士之间等级分明，下不克上，除了看家世，靠的就是实力。金氏能人再多，蓝曦臣、蓝忘机2人出手，以1敌100也不是问题，本不至于打到如今这个局面。然而金光瑶有阴虎符，那可是阴虎符啊，是夷陵老祖也只敢用过2次的阴虎符，现今在金光瑶手中。尽管那已经是破碎后修复的大不如前的阴虎符，可是自不夜天的这场战役打响，那不祥的红光便再未灭过。自古以来，埋骨此处的无数逝者皆爬出地面，与新天的亡灵一道，源源不断地成为金光瑶的走狗，砍不死，杀不完，一波一波从不停歇。仙门这才知道，即使是魏无羡当年被逼到绝路，使用这杀气时亦是留了余地的。而今再没有了会留有余地的人，亦无了能压制阴虎符的人。精灵拉着魏无羡，在分不清敌我的战场中，跑过不知活着还是死了的许多人。厮杀与血腥充盈着不夜天的每一寸土壤，他们跑到后方，入了不知哪个营帐。精灵转过头，露出一张脏兮兮的小脸，发梢上都凝着血迹，那身白色的蓝氏校服早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。他说：你不是夷陵老祖吗？阴虎符不是你的法器吗？你想想办法吧。精灵的表情很真诚，说的话也很自然，这是一个被千娇百宠长大的世家公子所能想到的最简单的解决办法。夷陵老祖那么强，当然有办法解决这棘手的问题了。然而魏无羡无法不去想，如果这句话不是精灵说的呢？如果是同样在这个战场上拼命的其他人，是与他从未谋面的修士，是曾经被他救过性命的人，是曾经被他杀害了家人的人，是成长于不再有他的莲花坞的姜氏弟子，是从小耳提面命大到永存的蓝氏弟子，甚至是金子轩，那他是否还会觉得这只是一句单纯的提问呢？他想起许多后来变得无法收拾的烂摊子，最初都不过起源于他在单纯不过的一次善举。魏无羡承认自己的凶名并不冤枉，他杀过许多人，甚至死人也不放过。他违背天理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他是罪该万死的魔头。尽管那完全不出自他的意愿，尽管一层又一层的，他至今也理不清看不懂的阴谋诡计，将所有事情扭曲的找不到一丝丝他年少时的壮志凌云，可那又如何呢？他杀的那些人就是永远回不来了，那背后是无数个曾经幸福的家庭。多少孩童失去了爹娘，多少老人失去了孩子，多少爱侣天人永隔，一如金子轩与江燕离，被迫抛下他们钟爱的，想要守护的一切，永远留在了那样年轻的年纪。他们与他原本不会成为敌人的，可是世间之事太过复杂，魏无羡早已放弃思考为什么原本该是这样，最后却成了那样。而他已经为这些事情付出了代价。魏无羡已经死在了乱葬岗，众叛亲离，天下公敌被百鬼撕碎，化作齑粉，
在无尽的痛苦与悔恨中消散于天地。如今的魏无羡真的还是当年的魏无羡吗？他愣愣地看着精灵稚嫩的眼睛，看着那张凌乱又干净的脸，视野有些模糊。